全员盛装出席教堂礼拜，却半句不提回迁的事。温莎家族用一场风平浪静的集体亮相，给了刚官宣搬回英国的哈里梅根最无声也最狠的下马威。你闹得满城风雨要回家，人家该过节过节，该礼拜礼拜，连个多余的眼神都不分给你，这才是顶级的蔑视。先给你啰清楚这场无声对峙的时间线。8月23号，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旁的克拉西教堂，王室核心成员全员现身周日礼拜。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乘车走在最前面，威廉王子亲自开着王室专属路虎，副驾驶坐着凯特王妃，后排是乔治、夏洛特、路易3个孩子。安妮长公主、爱德华王子一家也悉数到场。苏格兰皇家军团舞营专门配了仪仗队，排场规整，秩序井然。这是哈里梅根官宣月底举家回迁英国之后，王室第一次全员公开露面。可从头到尾，没有任何官方表态说欢迎哈里一家回家，没有任何家庭团聚的安排，甚至连记者追问起相关问题，王室发言人都只用一句私人事务不予评论就轻轻带过。更有意思的是细节，之前哈里心心念念的弗洛格莫尔小屋，半点要归还的风声都没有。他争了好几年的公费安保，王室连提都没提。说好的祖孙团圆、父子和解，半点动静都没有。说白了，人家的家庭聚会照常过，核心圈子的秩序半点没乱，你回不回来根本不在人家的优先级里。很多人只看到威廉一家风轻云淡去教堂的样子，以为他只是单纯无视哈里，根本不是，这是一套完整的组合拳。对内连夜开会定防线，对外冷处理打舆论战，两手都硬，步步都踩在哈里的软肋上。就在集体亮相的前一天，8月22号，威廉就主导着在巴尔穆勒尔堡开了闭门峰会。查尔斯国王、安妮长公主、爱德华王子核心成员全部到场，专门讨论哈里梅根回迁的应对方案。这场会开了整整1下午，没有记者，没有纪要，全是口头共识，最终定死了5条铁则：绝不恢复两人在职王室成员身份，绝不归还弗洛格莫尔小屋等任何王室宅邸，绝对没有办公职办私人的折中方案，绝不使用纳税人资金承担安保，必须优先维护威廉作为未来君主的制度地位。2020年桑德林厄姆协议的框架半分不动。不光定了规矩，威廉还让团队连夜做了完整的公关预案，如果哈里拿亲情卖惨，拿孩子说事，就引导舆论聚焦权责对等，强调不履职就无特权。如果哈里爆料王室内部矛盾，就冷处理不回应，让话题自然降温。如果哈里拿安全说事，就抛出其他旁支成员自费安保的先例，让公众自己评判。甚至连哈里可能会借探望父亲炒作的套路，都提前做好了应对口径，就是要让他每一次舆论出击，都像打在棉花上，发不出力也讨不到好。其实早在2020年的桑德林厄姆协议里，关于安保的条款就写得明明白白，退出王室公职后，两人不再自动享有纳税人承担的全天候警务保护，后续入境英国的安保需提前30天报备，按单次行程评估风险。这份由女王亲自敲定的协议，等于早就把规则说死了。哈里这些年反复打官司、闹诉求，本质就是想单方面推翻当年的约定，把全进全出的制度硬改成两头都占的福利。就连哈里一直当作筹码的国务顾问头衔，也早就被架空了。按照摄政法，王位继承顺位前4的成年成员自动担任国务顾问，国王生病或出国时代行公务。但查尔斯继位后没多久，就悄悄推动议会修改了规则，新增安妮长公主和爱德华王子为国务顾问，同时明确长期居住在海外的成员不得实际履行国务顾问职责。也就是说，哈里虽然法律上还挂着这个头衔，但只要他常驻美国，就根本没有履职资格。他本来想着搬回英国就能顺理成章恢复履职权限，慢慢渗透核心权力，可威廉早就把这条路堵死了，哪怕人回来了，没有国王的正式召集，他照样碰不到半分实权。这也是威廉精简王室改革的一部分。他酝酿这套计划不是1天2天了，继位后要全面收回非在职成员的殿下尊称。安德鲁·哈里首当其冲，严格审查王室房产使用，禁止无公职成员免费占用宫殿、转租牟利，核心公职只保留核心继承线的成员，旁支成员逐步淡出公务体系。哈里这次回来，刚好撞在他改革的枪口上，别说给特权，
不把他剩下的空头衔也收了，就算客气了。你细品哈里的心思，他为什么大张旗鼓官宣回迁？根本不是真的急着回家，就是要造舆论，逼回应，让全英国都盯着王室，看你接不接纳我。只要王室一回应，不管是欢迎还是反对，他都有话可说，都能接着炒话题，都能维持自己的热度。结果威廉根本不接这个茬，你官宣你的，我开我的会，定我的规矩，然后全家该去教堂去教堂，该去打猎去打猎，连个多余的表情都不给你，等于直接把他的大戏晾在半空中，独角戏都没人搭腔，场面要多尴尬有多尴尬。这招冷暴力看似软，实则杀人诛心。哈里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存在感，就是全世界都围着他转的目光。威廉偏不给他这个关注，你闹你的，我过我的，用你的事与我们无关的姿态，直接把他从王室核心圈的叙事里剔除出去，比骂他一顿对他一顿杀伤力大得多。威廉心里这笔账算得太清楚了，当年备胎自传里泼的脏水，网飞纪录片里暗戳戳给凯特种族主义的标签，拿王室隐私换流量换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有今天要回来？现在加州混不下去了，钱花光了，人脉散了，就想起王室这棵摇钱树了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更别说哈里肚子里的小算盘，想借着永久定居英国，顺理成章恢复国务顾问的履职资格。法律上他本来就留着这个头衔，之前住在美国没法履职，现在搬回来就有理由要求被召集参与公务，不用恢复在职身份，却能慢慢渗透核心权力圈，搞他一直想要的半进半出状态。这点心思威廉早就看透了，桑德林厄姆协议的框架半分都不能动，公职的大门早就对他焊死了。别说国务顾问的实权，就连公费安保、王室宅邸这些边边角角的福利都半点别想蹭。这场无声的反击里，最值得细品的是凯特的态度。放在几年前，碰到这种兄弟闹僵的局面，凯特肯定是第一个站出来当和事佬的人。可这一次，他全程笑容舒展，状态松弛，半句不提哈里梅根，半点要调解的意思都没有。熟悉王室内情的人都懂，凯特这是彻底收手了，再也不做兄弟之间的和事佬了。每日电讯报早就援引王室消息人士的话爆料，这位曾经被视为最能弥合兄弟裂痕的未来王后，早就选择了收手。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兴起，是攒了太久的失望，最后被几件事彻底寒了心。最早的嫌隙从梅根刚嫁进来就埋下了。婚礼前的花童服事件，梅根觉得夏洛特的裙子不合身，短信里语气强势的要求凯特改，还暗指凯特运傻脑子不清醒，把凯特气得不轻。后来的唇膏事件、生日庆典冷场事件，桩桩件件都在消耗妯娌间的情分。但真正让凯特彻底心寒的是哈里的自传备胎。书里不仅把凯特写成冷漠、死板、不好相处的人，还暗指凯特在肤色问题上态度暧昧，等于变相把种族歧视的标签往他身上贴。更过分的是，哈里连兄弟间的私密争吵、威廉私下说的话都抖出来卖钱，连凯特的私人感受和隐私也成了他博眼球的素材。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哈里在查尔斯确诊癌症之后，公开对着媒体说没人知道父亲还剩多少时间。这话在旁人听着像是父子情深，在刚熬过癌症治疗的凯特听来，根本就是拿家人最痛苦的隐私当同情筹码，拿来炒作卖惨。他太清楚生病时的脆弱和隐私被冒犯的滋味，他自己抗癌的时候全程低调处理，除了必要的公开说明，半点私人痛苦都不拿出来博同情。哈里这种拿父亲病情炒作的行为，在他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背叛，完全没有底线。以前他总觉得兄弟俩只是闹别扭，血浓于水，总有和好的一天。他也觉得自己作为嫂子，有责任维护家庭团结，帮着缓冲矛盾。菲利普亲王葬礼那么紧张的场合，他还在暗中调解，帮兄弟俩找台阶下。哈里以前自己都说过，凯特像自己从没拥有过的姐姐。可现在他彻底想通了，有些人不值得帮，有些事没法调和。现在的凯特根本没必要再讨好谁，他的底气足得很。最新的 YouGov 民调数据摆着，他的民众支持率 74%， 仅次于威廉的 76%， 比查尔斯国王的 62% 还高出一大截。
负面评价只有 13%， 是整个王室里负面率最低的成员，被业内称为君主制最大的资产。这份人气不是凭空来的。2024年3月确诊癌症后，他全程低调治疗，除了公开告知病情，感谢公众支持，半点卖惨的通稿都没发。2024年9月完成化疗后，他一步步回归公务，从出席小型慈善活动，到2026年5月独自出访意大利雷焦艾米利亚，考察瑞吉欧儿童早期教育，完成抗癌后首次正式海外访问，当地民众夹道欢迎，直呼他的名字，场面堪比摇滚明星。6月他又现身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，一身亮黄色连衣裙，全程笑容明媚，时隔3年重返这项盛会，状态肉眼可见的回升。同月他还专程前往曼彻斯特的克里斯蒂癌症中心，看望正在接受化疗的患者，给刚结束治疗的病人摇铃庆祝重生，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对方，全程没有半句卖惨，却赚足了公众的尊重。查尔斯国王对他的信任也与日俱增，两人都经历过癌症治疗，有共同的病痛体验，共情比别人深得多。据王室内部人士透露，凯特现在经常主动给查尔斯打电话，聊3个孩子的趣事，聊自己康复的经验，有时候还会亲手烘焙健康点心送过去。他不说教，不施压，就是用晚辈的关心，让查尔斯觉得温暖。这种高情商的相处方式，让查尔斯越来越看重他的意见，很多王室内部的人事安排、活动方案都会主动问他的看法。更重要的是，威廉永远无条件站在他这边。威廉心里清楚，这些年凯特受了太多委屈，哈里梅根泼的脏水，大部分都最后落到了凯特身上。他早就跟凯特表态，兄弟情分早就没了，他的底线就是凯特和3个孩子，谁都不能碰。有民众支持，有国王信任，有丈夫兜底，有3个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在身后，凯特的地位稳如磐石。他根本不需要靠讨好谁、调解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所以他现在的策略非常清晰，从情感调解转向战略止损。他不会再主动递梯子撮合兄弟和好，也不会故意撕破脸做恶人，而是划清2条线，一条是家庭线，一条是制度线。家庭线上，他不拦着查尔斯见孙子，反而主动跟查尔斯沟通孩子和祖父见面的安排。他会跟查尔斯说，乔治他们开学后，周末可以去海格罗夫庄园陪爷爷吃下午茶，孩子也想多陪陪祖父。他不想让大人之间的矛盾影响孩子的童年，也不想让哈里拿不让爷爷见孙子当道德绑架的筹码。这是他的体面，也是他的聪明，把祖孙情和兄弟矛盾分开，把私人亲情和王室制度分开，记录了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，又不让哈里有机可乘。制度线上，他半点都不让，想借着回来就蹭公职、蹭福利、蹭头衔，门都没有。桑德林厄姆协议怎么定的，就怎么来，不履职就没有特权，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。他甚至跟威廉的公关团队对齐口径，所有涉及哈里梅根的问题，统一按私人事务不予评论来回应，不接话，不吵架，不解释，用最大的冷漠划清最清晰的界限。你看这次教堂亮相，凯特穿 Holland Cooper 的白色花边衬衫，配 Ralph Lauren 的宝石耳坠，全程笑容舒展，状态松弛又从容，那根本不是装出来的，是真的没把哈里梅根的回归当回事。这才是最高段位的公关，不用发声明，不用接受采访，只要一个亮相，一个微笑，所有信号就都传递出去了。我们很好，不受影响，一切如常。王室的核心稳定得很，不会因为谁的回来就乱了节奏，更不会因为谁的炒作就乱了规矩。比起哈里那边又是放风又是爆料，又是打官司又是求同情的上蹿下跳，凯特这边云淡风轻，一个微笑就把局面牢牢控在手里，谁高谁低一目了然。这边王室核心圈过得安稳舒展，那边梅根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。本来他打着如意算盘，借着全家搬回英国的由头，拿下盖里奇绅士们第3季的角色，100万片酬到手，还能高调重启演艺事业，顺便盘活 As Ever 品牌的英国市场，一举两得。结果消息放出来不到24小时，就因为英国观众的强烈抵制，剧组直接把角色给撤了。前名利场主编蒂娜·布朗直接实锤，公众反对声太激烈，项目根本推进不下去。
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英国碰钉子了。之前他想挤进英国时尚圈，托人找维多利亚·贝克汉姆搭线，想一起做项目，出席时装周，结果人家根本不接茬。Vogue 英国版主编安娜·温图尔更是公开表示不喜欢他，时尚圈的顶级派对、重要活动从来都不邀请他。他本来想着靠着公爵夫人的名头，在英国时尚圈占个位置，结果人家根本不认这个账。商业上也处处碰壁，他的生活方式品牌 As Ever 本来想进英国的哈罗德、塞尔弗里奇这些顶级百货，结果对方直接婉拒，说品牌定位不符。找英国本土的生活类 KOL 合作带货，对方要么直接拒绝，要么报价高的离谱，摆明了不想沾他的生意。品牌专家尼克·艾德直接点破，梅根现在在英国根本没有当年的星号照例，而且英国本土的食品、家居赛道竞争太饱和，从凯利米洛到 Lady A 都有自己的产品线 ，As Ever 根本挤不进去。甚至他想蹭戴安娜的 IP 做联名产品，刚提交商标申请就被斯宾塞家族驳回，对方明确表态，戴安娜的名字和形象绝不允许用于商业牟利，连蹭已故婆婆的热度这条路都被堵得死死的。更讽刺的是，他的品牌连 Netflix 的线下门店都进不去。之前 Netflix 开线下体验店，本来计划上架热门剧集的周边产品，他的 With Love、Meghan 节目相关的 As Ever 产品直接被砍掉了。内部人士说，平台觉得节目本身收视就差，产品也没人买，根本没必要上架，等于曾经花1亿美金签他的合作方，现在连卖他的产品都嫌麻烦。想想也讽刺，当年刚去美国的时候，网飞花1亿美金签他们，那排场多大，他觉得自己顶着王菲头衔，在好莱坞还不是呼风唤雨。结果6年过去，节目砍了，合约黄了，品牌糊了，现在连个网剧配角都要费尽心机去讨好导演，还被观众抵制到黄掉。他可能到现在都没明白，英国人记仇得很。当年奥普拉专访对着全球控诉王室种族歧视，出书拍纪录片把家丑抖得底朝天，一边把英国说得像洪水猛兽，一边还想回来赚英国人的钱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而且夫妻俩的算盘打得太精了。伦敦郊外私宅住着，加州蒙特西托的豪宅，葡萄牙的度假别墅留着，两头站位进退自如。孩子上学打亲情牌，安保要纳税人掏钱，还想蹭国务顾问的身份蹭权力，好处全想占，责任全想推，可王室根本不接这个茬，民众也不吃这套。现在梅根的净支持率跌到-43%，哈里也只剩30%正面评价，人还没搬回来，先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争议体制。很多人问，查尔斯国王怎么不表态？他不是不表态，是没法表态。一边是亲生儿子，他确实心软，晚年抗癌，也想多见见孙辈，想想天伦之乐。一边是王室的制度和威廉的底线，他不能破了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更不能动摇君主制的根基，所以他干脆躲在后面，不公开说欢迎，也不说反对，让威廉和凯特在前面唱黑脸，守制度，立规矩，自己私下里可以见儿子，见孙子，留着父子情面。说白了就是，公家的规矩半分不能破，私下的情分可以慢慢谈。至于哈里最后能拿到多少好处，全看他自己懂不懂分寸。但想回到当年核心成员的地位，想都别想。他也在等哈里自己磨掉性子，认清楚自己的定位。毕竟王室不是客栈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亲情也不是提款机，想透支就透支。其实整件事看下来，最扎心的真相就是，哈里梅根折腾了6年，绕了大半个地球，最后发现自己早就不在核心牌桌上了。当年他们觉得是自己主动离开王室，是追求自由，现在回头看，更像是被慢慢请出了核心圈。6年时间，他们消耗了所有的信任、情分和口碑，除了一个空头衔，什么都没剩下。透支的信任补不回，跑偏的路走不远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